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信用评级被降低了，这个真正的是在增加投资的风险，无论是投资美元资产，或者是美债啦，或者是美股的，市场还是比较忽略了这一个风险。美国的信贷评级被降了，其实它不是第一次被降，全世界有3个评级的机构 ，Moody's 是最后一个把这个美国的信贷评级降下来的，另外2家是标普S&P， 还有一家是 Fitch 信誉一早就把美国的信贷评级给降下来了那这一次穆迪把这个美国的信贷评级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现在统一了3大评级机构把美国的信贷主权评级都是降下来了。那当然这个美国是不是还是最好呢？不是的现在世界上还有大约10几个国家，他们的信贷评级还是在 AAA 最好的3个 A 的评级，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家主权的评级已经是降下来了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很深远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在不同的 YouTube 视频里面有讲到，美国有3大危机3大危机，其中一个关税战暂时是缓和了一下，美国最主要的关税战还是跟中国，暂时是缓和了90天，所以3大危机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缓和了，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股票市场也是涨了一下。之前有跟大家紧密的关注和分析跟踪这个关税战的进展，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个机会，这个问题缓和之后我们说股票会涨一下现在都是涨得蛮不错的如果你有跟踪我们的话，有行动的话懂得怎么去行动的话，应该也有所收获的。那我们也讲到第2个问题是美债的危机，现在这一个美国发生的信用评级被降的原因，正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美债危机，美国政府还有其他的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还有个人，特别是联邦政府借的债越来越高，但是没想到这个利率利息也是涨得非常高。当然这个利息是涨了1-2年了，美国的国债也是3年啦、5年啦，这些国债到期的时候，国债的收益率上去了，它重新发债的利率就要上去了。所以呢，未来几年这个美国的财政赤字会是越来越厉害，因为它根本是无法靠这个财政的收入来支付它的开支，所以它的财政赤字会很大，但是它的那个借债很多，利息涨上去之后，它基本上还不起债的机会是越来越大。这个就是穆迪把美国的主权债券的信贷评级降下来的原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风险远远要比市场现在是有所反应的要大呢？有几点。第一点就是一个地方的企业，他们所有的信贷评级不会超越国家的信贷评级。如果你是在美国企业你以前是 AAA 的信贷评级非常好，那现在美国被降下来了，很大的可能在美国的其他的企业，他们的信贷评级也会被降下来，这个使到以后这些企业他们也要发债的时候，他们的债的利率也会上涨，这是第一个风险。第2个风险，我们算股票的估值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折现率，折现率就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加上一个风险的溢价。那现在美国国债如果不再是无风险的收益率了，那整体来说以后 DCF 的计算 discount cash flow 是个概念很难计算的，都是要重新定义了，因为无风险的这个回报不再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了，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第3个影响就是 Ray Dalio 这次讲到我是用这个名人来讲我是很认同 Ray Dalio 一贯的一些看法的，包括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的演变。他说到呢，这个信贷评级的降级只是反映了美国有可能违约的风险，而没有算到美联储滥发钞票2008年的 QE 1.0 2020年的 QE 他们是没有计算进去。那还有通胀还有2种的原因，一个叫需求端的通胀，一个叫供应端的通胀。现在特朗普的关税叫供应端的
通胀，还有就是滥发钞票之后，人家钱太多了，去消费的时候引发的通胀，这个叫需求端的通胀。以前呢 QE 好像没有太大的通胀，除了2022年的时候，所以美联储马上急需的在2022年连续的加息加了好几次，后来通胀是搞定了。其实呢，以前美国不断的靠贸易的赤字，全世界进口廉价的产品，把它的滥发钞票这个通胀推给了全世界。那现在特朗普要使到美国再次伟大，减少贸易赤字，除了推高了美国供应端的通胀的原因，其实把以前给了人家的需求端的通胀也是拿回来了美国，所以美国接下来的通胀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第三个当然是美元危机。美国如果国家违约了，这个也会严重的影响美元作为全世界储备货币的这个其实危机是很大的。如果要美元倒啦，要人民币强啦，这个其实都是不正确的想法啊。因为美元危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做生意的、做投资的都会受影响，包括我们在银行的钱，无论它是港币啊、人民币啊、台币啊，都会受影响，因为这些钱背后也是美元。所以我们看到美元变弱了一点，但相对黄金的话、比特币的话，它也是弱了很多，其实就是大家对美元的信任度在下降，而这些风险远远没有反映在现在信贷评级被降的这件事情里面。这一次其实危机要比以前严重，还有一点就是美债现在买它的人少了，以前买它最大的国家曾经是中国大陆，然后就是日本。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最近是越来越不好，两个总统从特朗普 1.0 到拜登再到特朗普 2.0， 关系是越来越差。拜登当时也是把美元作为一个战略武器冻结和没收俄罗斯的资产，所以这个情况下，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包括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中国香港，当然中国香港买的债券的金额不是很大，但是也是在减少。那中国3月份持续的减少美债，那我们也知道美债不断的到期，要重新的发债，少了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来买美债，会不会使到美债的收益率大幅度的上升？因为没有人买嘛，他需要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投资者去投资债券市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说：“哎呀 ，Who cares 啊？谁管这些评级啦？你看 Saudi Arabia、UAE 还在买啊，卡塔还在买啊，对吧？你看一下 UAE， 其实它的国债也在减少了啊，人家也不是傻瓜，人家也会看你的信贷评级降下来了，就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来买了啊。那更高的收益率对美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因为他欠了很多债嘛，一旦这个利率上涨的话，会引发到更大的利率的开支。我们之前讲过的3大美股的危机，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利率支出会更加大，使到它的美债的危机，还有美元的危机啊，这个都是相连相关的。美债的收益率上涨了，其实对股票市场也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觉得呢，现在不投资也不行啊，因为你的钱随着美国的通胀也会上去了，全世界通胀都有机会上去，所以这个钱还是要找出路。中国现在的股票虽然有很多的面对的问题挑战，被美国制裁打压等等等等，但是整体来说股价还是相当的便宜，所以它面对的风险大部分也是反映在比较低的股价里面了。当然不是随便买，我觉得有一些股票最近已经反弹了不少了，有些股票也不是太好的投资了，但是还有一些股票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投资的。那其中一个是小米股价涨了很多了啊，为什么涨呢？因为它最近要推出来新的3纳米晶片了，当然是台积电做的，它也说已经大量的量产了。那这个也是对小米，人家会憧憬它以后可能现在中国是缺芯嘛，缺晶片嘛，那它设计出来了，中国也想摆脱美国的晶片，会不会对小米未来不光是卖给消费者手机了，可能也会供应其他的手机的制造商？所以小米最近它还在做人工智能等等等等产品的发布，使到小米的这个股价又上到了54.8，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大家说小米这个不好嘞，那个不好嘞，对吧？这个都是一个个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觉得小米的股价涨太高了，我们在10倍股或者 GMT
GMT 案例里面有计算过小米的内在的价值，其中有一个就是雷军的个人的价值、品牌的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小米这个软实力，我们叫 Alpha。所以这2个如果加进去的话，解释了它为什么市场给了它一个非常高的溢价。之前有给大家讲过，我们在更新4个10倍股的案例，小米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看回到了2024年的11月，我们做过一些10倍股的总结，当时也有一些是跟小米有关的。所以回到这里，我会在5月31日的时候，还有不到几天，我会加一个 Q&A 来，大家学好了这个10倍股之后，有什么问题来回答大家，包括你要想谈一些这个股票是不是10倍股啦，那个股票是不是10倍股啦，我们都可以来探讨一下，好吧？所以呢，投资自己的脑袋这个10倍股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课题，都是帮助大家这个投资自己的脑袋的。那5月份我们之前说是你投资自己脑袋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所以你看到这些课题如果你是想学习的、喜欢学习的人，这些都真的是价值满满的。我是30年的投资经验 ，MBA 的麦肯锡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让我不断的找到像小米啦、富途啦、NVIDIA 啦这些好的公司的10倍又10倍的这些公司的，你也可以得到这个投资的秘籍